你马上就要迎娶安宁公主了，朕不希望你惹出什么闲话来，还是好自为之吧。皇兄，皇兄！哎呦，妹妹啊，你有千里眼呐啊！我不但有千里眼，我还有顺风耳呢。白云飞，我有事儿要找你谈。谈什么啊？谈你感兴趣的话题，我们单独谈。哎，朕这是该回避呢，还是给你们俩找个地儿啊？我们去御花园。走，走啦。你眼前的花好看吗？还好。云南的花期比这里长，你更可以尽情的欣赏了吧？有时候我自己也种一些花，赏自己种的花更开心一些。你可以为我种花吗？这里的花性我怕是不太懂。但你一定愿意为司徒静种花。公主，你为什么老提他？我就是在你面前你也不欣赏，那就谈谈司徒静吧。他不是你很喜欢的话题吗？公主，谈不同的事情要有不同的环境。我现在不想谈他。我偏要谈他。你这是盛气凌人。我这是一针见血。也罢，那公主想谈什么？谈谈他和你，谈谈你们的关系。今天这件事上干系重大，很难善了。我带你离开京师，到云南去，远离这些是非。什么？对呀，你可以住在云南，到所有的人都不生气了，你再回来。怕不成吧？为什么不成啊？我去云南倒成，可你呢？不是马上要当驸马了吗？哪能随便就离开京城啊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根本不想当什么驸马。离开京城，我自己也清楚。大哥，可你来京城不就是为了来娶安宁公主的吗？我根本就不想娶她。这事儿不都板上钉钉了吗？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？三妹，我根本不想娶一个我不爱的人。我打算将来和我一个真心爱的人长相厮守。看来大哥是真的喜欢上我了。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人家可是已经定了的驸马呀。哎，三妹，这花这么漂亮，你怎么忍心把它们摘掉呢？二哥，你很爱花是吗？是，二哥很喜欢花，非常喜欢，有时候还会看不够的看。你别再开人家玩笑了，多不好意思啊！三妹，二哥不是跟你开玩笑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一件我已经决定好了的事。什么？三妹，我要你进宫陪我，终身都陪我。二哥也是真的喜欢我的，他不会只为了我的攻击力。二哥对我也是真的好。唉，那天我太激动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娘，静儿，家里出了那么多事，一直没顾上你。有些话，娘早就想跟你说了。娘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静儿，娘一直没问你，你是怎样从梁家逃出来的？是市井那些朋友帮忙的，还有白云飞，他到洞房救了我。之后，你去了白云飞那儿，还想在那儿躲一阵儿，对吗？是的。他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梁家救出来，还藏你在他家。他为什么这样对你啊？娘，白云飞是我结拜大哥，他照顾我对我好都是应该的吗？静儿，我听静修师傅说，他对你非常好，不是一般的那种好啊。娘，师傅是怕白云飞跟我走得太近了才这么说的。师傅一直不想让我和白云飞在一起。静修师傅想的是对的，可我觉得师傅想的太多了。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家，白云飞马上要当驸马了，你不能搅在里面。我相信静修师傅说的，看来白云飞真的是喜欢上你了。静儿，你千万不能走错啊！如果走错了，惹怒了公主、皇上、太后，我们家就全完了。请娘放心，我只当白云飞是我的义兄，不会再想别的，绝不会带麻烦给咱司徒家的。感情这事，就如你哥和文强，一旦陷进去了，就很难拔出来。静儿，你一定要把握好自己，千万别陷进去。尽量和白云飞少见面吧，啊。宁拆10座庙，不破1桩婚。司徒静勾结他哥哥，拐骗新娘，搅人婚事，这种人够不够卑鄙？公主，你了解司徒剑南和文强的事有多少啊？不多，可是文家和梁家明媒正娶，两厢情愿，这婚事无可挑剔，光明正大。司徒剑南却横刀夺爱，司徒静更是为虎作伥，手段卑鄙险恶。这种人，你白云飞也拿他当宝贝，你吃错药了吧你？公主，我很清醒。白云飞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该透过这件事情看清司徒静的险恶嘴脸了。我不明白你和哥哥为什么都对他那么好，可是有一点我能肯定，就是你们两个都被他给骗了，你们两个都上了个天大的当。啊，公主，如果你这么样认为白云飞，那你就太小看我了。我会是轻易上当的人吗？那还有，就算我会轻易上当，可是皇上会轻易上当吗？他虽然年轻，但雄才大略，怎么会轻易上当？那司徒静搅人婚事，拐骗新娘，大家有目共睹，难道我冤枉他了吗？公主，你只看到了结果，却不知内情。内情？是司徒静灌输给你们的内情吧？不，公主，这内情是实实在在的。我不想听什么虚假的内情。那我也无话可说。你就是还是要把他当宝贝一样供着是吧？公主，这司徒静天生就是一个活宝啊！哼，真是奇了怪了，你怎么中毒这么深啊？这个司徒静真是手段高明啊，而且还胆大包天。公主，这司徒静之所以胆大包天，改去诱拐丞相的女儿，其实暗中支持的是皇上。你胡说！公主，如果你能保密，我就告诉你。事情牵及到我哥，我当然会保密了。你快说，我哥为什么要纵容司徒静？公主，这一方面呢，皇上是同情司徒剑南和文强这对苦命鸳鸯，而另外一方面，皇上更不想看到文家和梁家联姻。为什么不希望看到联姻？公主，其实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皇上最不希望看到的，就是我们藩王的势力增加。文章是你舅舅，他的势力有多大，
你应该清楚，如果文良两家联了姻，在齐国侯的势力会骤然扩大，皇上就更加难以控制，而丞相就完全可以借着藩王的势力左右朝政。所以，这桩婚姻吃亏最大的不是司徒家，而是皇上。这么复杂啊？是啊，正是因为皇上暗中支持，所以司徒静才敢这么做。那哥哥这么做也未免太自私了吧？这对文良两家不公平啊！公主，我说过了，其中有一点，皇上是非常同情司徒剑南和文强的。其实真正横刀夺爱的人，应该是梁君卓。我才不信呢！公主，那你知道司徒剑南和文强跳崖殉情的事吗？啊，有这种事儿？这件事说来话长。整个的事情是这样的：司徒剑南出事以后，文强终日以泪洗面，茶不思饭不想。这司徒静看到他哥哥受苦，原来事情是这样的。司徒剑南和文强的感情真是太让人感动了。公主，我认为整件事情都是因为利益和心胸狭窄妨碍了真情。如果文强真的嫁入梁家，也许会真的出人命的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司徒静才宁可冒着闯下天大的祸去帮助他们。如果我是司徒静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公主终于想明白了。看来这文媚儿是要把我当枪使了。哼，我不会再上她的当了。而且我觉得通过这件事，公主应该了解司徒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吧？这件事儿我是冤枉她了，不过别的事情我还是不会原谅她的。她要不快点从你身边滚开的话，我还是会给她颜色看的。你，你笑什么？我是觉得明白一件事，要比一点不明白要好。好，司徒剑南和文强的事儿，我是管定了。你怎么管？司徒静现在是什么咒也念不灵了，我要让你知道知道我安宁的实力。可是公主，皇上已经铁了心要给文家和梁家一个交代。我觉得这件事，谁出面，都是回天乏术。我不管你是不是在激我，反正这件事儿，我还是要管的。我现在该去给文媚儿点好看了。哼！哎，大表姐，哎，安宁，你可真会挑事儿跟我说啊！什么事啊？你为什么只说文良两家的婚姻被司徒家破坏了？为什么不说司徒剑南和二表姐的真情？他们懂什么真情啊？如果没有真情，他们会跳崖殉情吗？跳崖是有这么回事，可是那是傻瓜才做的事。你为什么不把二表姐的这件事情也告诉我？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根本很可笑啊，不值得一提。哼，你明明知道二表姐和司徒剑南是真心相爱的，可你还是不惜手段去拆散他们。那是什么真情啊？不过是苟且之事。文家和梁家的那才是名正言顺的婚姻。你怎么不想想，二表姐既然为情肯自尽一次，那就还会有第二次。你这样逼她嫁给梁家，就等于把她往死路上推啊！要是她真的死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怎么可以这样狠毒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妹妹？女人的名节重于一切。要是文强真的为了那姓司徒的而不顾名节，那他是死有余辜。文强不愿意嫁给一个暗地开赌场、光天化日调戏良家女子的恶霸，有什么错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就是正当的婚姻。
文强嫁给谁，不是由他说了算，那是他的命，他就得受着。你真够无情的，大表姐，怪不得皇上不喜欢你，那是你自找的，谁会喜欢一个无情的人呢？安宁，人的感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我对皇上可是倾注了全部的。哼，我不想跟你多说了，但你要记住，你再也不能拿我当枪使了。哼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还有一杆老枪呢。听说那俩私奔的主已经捉拿回来了。是啊，母后，朕已经把他们通通关入大牢去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朕承诺给文家和梁家一个交代，此事不宜久拖，儿臣打算2天之内就把案子审结。那你打算怎么结案呢？这私奔怎么说也于理不合呀。司徒剑南和文强敢做这种事，就得为此事承担。这司徒剑南是罪魁祸首，绝不能轻饶啊！媚儿说的是没错呀，不过此事还有个情字在里面，分寸还是得掌握着。他们总不至于落个万劫不复吧？哎呀，皇上，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不能纵容，杀一儆百最合适不过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要杀了司徒剑南？这杀人总还不至于吧？太后，我不是说杀人，只是应该严惩，以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。这还差不多。那母后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呢？这诱拐文强这件事情呢，怎么说也不能就这么过去了。皇上，这文梁两家的婚事可是你亲自指定的，这件事你可要秉公处理呀。母后，您可以放心，儿臣亲审此案，而且查明真相之后，一定交由母后您来做主。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不是很清楚了吗？你还要怎么仔细查证啊？母后您说的是，不过儿臣认为，在具体量刑之前，还是得全面考虑，这样分寸才能掌握得更好一些。哦，太后，皇上这么做也没有错啊。皇上做事一向慎重细密，不出差错。太后，你不用着急，我相信皇上很快就会有定论的。好，说得对。其实呢，皇上不管怎么处理，哀家还是信得过的。不过这件事情啊，的确要从大处着眼。不管怎么说，要保住文梁两家这合情合理的婚事啊。哎，不过对司徒剑南，你可千万别手软。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？母后您尽可放心，儿臣一定让人信服。媚儿啊，听见了没有？皇上已经下了决心了，这对野鸳鸯迟早要自食其果的。我这辈子都没享受过这么安静的生活。要是这样子，能够跟你过一辈子的话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剑南，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，就算是把我们发配到边疆，我也愿意。吃糠咽菜我不怕，再苦再累我也不怕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什么苦我都愿意吃。文强，时光要是现在能够停住，那该有多好！这就不再是监牢，而是我们的乐园。这2间囚室就是我们的洞房，狱卒是我们请来的客人，而油灯是我们流泪的红蜡烛。天地作证，我和文强相爱永远，今生今世永不分离。那该有多好啊！只可惜，时光是不会停止的，它将会永远走下去。我看，我们是没期望了。剑南，我怕我们就要永别了。老天爷，
你真的忍心让我们分开吗？这么做不公平，不能把他们分开。哎呀，安宁啊，你本来不是对这事很气愤的吗？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事情的真相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朕必须惩罚他们。为什么？朕是皇上，那丞相和齐国侯朕得罪不起啊。可这么做不公平啊！我坚决反对。哎，朕何尝忍心拆散他们呢？可是朕毕竟是皇上啊，考虑事情还是得从天下大局来着眼的。这事不管让人多么不忍心，那司徒剑南和文强，只怕是必须分开了。哥，你以前是最豁达、最有人情味儿的人了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哎，朕变成什么样了？哎，你以为朕愿意这样吗？啊，你以为朕不知道这两个人拆散了，几乎就是2条人命，人命关天，朕心里也流血啊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置生命于不顾呢？可2条人命和天下安危比起来，又显得分量不足啊。那你看，一个齐国侯，裂土封王，才1夜的功夫就把有降齐逃亡计划的文强和司徒剑南2个人给抓回来了，这是何等惊人的实力啊！再说了，还有咱的舅舅，百官之首，举手投足都使得朝廷震动啊。哥，现在的臣子藩王个个都霸气得很，你继位也有些时日了，也该给他们立立威了。就借这件事儿，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，有何不可？哎呀，你这么说也不是不可以啊，要朕恩威并济，给他们俩压一下，也是做得到的。那你还怕什么？文媚儿，不过是个贵妃嘛。哎，文媚儿才不是问题呢，真正的问题是咱们母后啊。哎，母后不仅对我们2个有养育之恩，在父皇去世的时候，她还力排众议辅佐朕登基，帮朕辅定了天下大事。安宁，你说吧，这母后的意见，朕能不在意吗？母后也是受了文媚儿的蛊惑。哎，对，现在宫中的症结啊，就在这里了。这些年你老在宫外闲逛，你都不知道啊，那文媚儿在宫中啊，跟母后可是寸步不离呀。哼，她又是亲侄女儿，母后待她从小就跟待你一样啊。哎，可文媚儿的心机很深呐，她弄得母后现在除了她的话，其他人的话都不听了。有那么严重啊？当然了。哎呀，安宁啊，我知道你是女儿身，可是却是个男儿心。这宫中有很多细微之处，你还没有看明白呢。啊，朕就告诉你，现在的后宫已经全部都是文媚儿的天下了。你虽然是公主，可以蛮横一些，可是大家都只是把你当过客一样。这尊敬是有的，可是在他们心里面，文媚儿才是主子。你这个公主充其量就只是个多待一会儿的客人，要问起分量，你是远远不及文媚儿的。我哪有她那么多鬼点子啊？那当然，安宁，你就是实在。可论到实力，10个你也比不上1个文媚儿啊。哎呀，朕有时候还真是担心，你要是出嫁之后，怎么应付婆家的场面呢？哥，你也太小瞧我这个公主了吧？嘿嘿，哎呀，不是这样小瞧了，朕是你哥，又是皇上，只有朕敢跟你说真话呀。这旁边人心里也明白，只是不敢说。少来了，就因为你是我哥，所以你才老把我当小孩看，老觉得我这个小孩没什么本事。我的亲妹啊，你可别不服气啊！说起权术这事儿啊，文媚儿干过的事，朕可以跟你说3天3夜。可你呢，能够告诉朕1件得意的事吗？哎，朕说的没错吧？你就是靠公主的身份压人。说到这动脑筋玩心眼的事儿啊，你连文媚儿的徒弟都够不上呢。行，我是傻瓜笨蛋，行了吧？那司徒剑南和2表姐的事儿，你真的不帮他们啦？朕还真的不是不帮，是真的帮不上啊。朕也只能按母后的意见办事啊，只好委屈这对苦命鸳鸯了。就是不管怎么说，你都不讲人情味了是吧？那人家还说伴君如伴虎呢，朕就是虎，就是猛兽。
就算你是虎，你也是纸老虎，怕这怕那的。要说人情味儿，你还不如我的白云飞呢。公子，王爷的意思，让你在京城多结交一些王公大臣。可你这一段老和小龙虾搅和在一块儿，出访的时间太少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是应该出去走走，而且是趁早。公子，你这是不走则已，一走则雷厉风行啊！什么雷厉风行啊？我是怕皇上等会儿又派人找我进宫。皇上找你进宫，那是有重要的事吗？有什么重要的事啊？我告诉你，皇上就是不想让我和司徒静在一块儿。那好，咱们今天先拜访哪一家？将军府。那不还是司徒静家吗？是啊，就是这么巧，谁让司徒静是将军的女儿呢？好，我去备马。哎，等等，我们今天要从后门偷偷溜出去，不让皇上的人知道我们去哪儿。走。白云飞去了司徒府。他真是个宝贝，人家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。他是从后门溜进去的，闪得挺快，我们的人差点离了视线。他是跟朕捉迷藏呢。皇上，这件事儿咱不能干看着呀。什么意思？大伙儿都巴望着快点把小龙虾弄进宫来。您想啊，有只小龙虾在宫里走来走去，谁看谁都会觉得开心啊。没想到这小龙虾还这么有人缘呢。可朕在他那儿已经撞得头破血流了，这丢人不说，以后该怎么办呢？一个情字仇煞多少人呐！其实大家都很同情剑南兄和文小姐。安宁公主也去皇上那儿求情了。真的？我昨天跟安宁公主讲了他们的事情，她非常感动。她说一定会尽力帮忙的。安宁公主豪爽，而且心怀仁义，一向令我敬佩啊。他去求情一定很有希望，是不是，白公子？目前的结果还不得而知，不过我相信以他的分量，应该会有很大的希望的。这就好。但愿吧。不过这件事太大了，皇上会十分为难的。这件事呢，还是不能期望太高。你少说丧气话。夫人呐，这等于把天捅了个窟窿，实在是不容乐观呐。有些心理准备，还是十分必要的啊。去，我不跟你说。白公子，你的福气真好，能遇上这么好的公主。公主的心地确实很善良。白公子啊，我们家后院的景致不错，要不要去看看呢？好啊，我正有此意。早就听说贵府的院子很别致了。老爷，你陪白公子过去吧。不必啦，白公子自己去吧，出门向后一走便是，好找得很呢。人家是客人，不能怠慢人家。我刚才看到静儿去后园子去了吗？义兄让义妹陪，不正对吗？还是伯父想的周到，我也正要见三妹呢。好啊，请。多好的年轻人呐！可惜是内定的驸马。什么意思？听说白云飞喜欢上静儿了，是真的喜欢。现在看来所言不虚啊。不会吧？安宁公主可是女人中的顶尖人物啊！我们那个女儿啊，
最像个市井混混了。不会。他是不是也太能混了？这跟云南王的儿子还有皇上都成了义兄妹了。那是够能混的。其实啊，静儿要是能够嫁给白云飞，也不错呀。那公主呢？对，还有公主呢。哎呀，这横刀夺爱的事儿，静儿可不能做呀，要不又是一天大的祸患呢。可能啊，还有更大的问题呢。还有什么问题？你有没有看出来，皇上也挺喜欢静儿的？皇上也……你说，这里是什么？皇宫啊！什么皇宫？整个一监牢，朕就是这里一个大犯人。你看，这一天连出去放风都不容易。你看那宫墙，够长够高，还有官兵把守，把朕活生生的就给困在里面了。皇上，您气从何来啊？那白云飞，你看人家多潇洒，找个理由就去拜访大将军了，嗖的一声，就去了司徒敬身边了。皇上，其实想见司徒敬，这事儿不难呢。可朕说了不见司徒敬嘛。皇上，您可以学人家白云飞呀。怎么学啊？皇上是说了不能见司徒敬，可是并没有说不能见司徒大将军呀。这三人行必有我师啊！为了情，只好脸皮厚一点了。咱们就来学学白云飞。走走走走走！你认得我吗？您是宫里的侍卫大总管，我见过您。好，认识我就好。陈总管，您有事儿吗？今天闲来无事，出来走动走动。哦，安宁公主愿意出面帮忙，我还真没想到。我跟她说了剑南兄和文长小姐的事情，她很是感动，愿意全力帮助他们。大哥，你为了帮我想了这么多办法，我真是感激不尽。三妹，你说这话就太客气了。只要你哥哥和文强小姐能够幸福，大哥做什么都愿意。这2天我前思后想的，这件事都怨我。你说，干嘛让他们跑出去呢？市镇上、路上这2个与众不同的人太醒目了。其实就在京城找出房子就行了。三妹，做事难免百密一疏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不，我还是太笨了，是我害了我哥。哥哥恐怕要毁在我手里了。大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哪怕再把天捅一个窟窿，大哥都会跟你在一起。真是谢谢你了，大哥，真的谢谢你。皇上，二哥不是说不见我吗？你弄错了，朕来这儿不是来看你的，司徒府也不只有你一个吧，是吧？皇上在生我们的气，日子怕不好过了。大哥，都怨我。太不像话了！皇上，他们俩反应并不强烈，好像不是您想象的那样。那是什么样子啊？啊？那白公子和司徒小姐在一起，他们肯定不是为了情，否则他们会很难为情的。那也说不准，天下脸皮厚的人多的是呢。
皇上，可是您这2个结拜兄弟应该都不是厚脸皮的人吧？三妹，皇上很喜欢你，是有一点。你知道？嗯。我想皇上恐怕不只喜欢你一点儿，所以他才会吃醋。吃醋？其实皇上也很清楚，我也喜欢三妹，非常非常喜欢。大哥，三妹，不要回避这个问题，你迟早要面对的。现在有2个人爱你，你自己应该有个选择了。三妹，我问你，要是让你在我和皇上中间挑一个，你选谁？三妹，我希望你能够说出来，你到底是爱皇上，还是爱我？我谁都不爱。不可能，这是真的。我只当你们是我的亲兄长，没有别的。我不信。事实明摆着，你是安宁公主的人，马上就是驸马了。我从没想过我和你会有什么。二哥是皇上，妃子要多少有多少，我才懒得搅到那些女人堆里去呢。所以你们我谁都不爱。可是三妹，我已经决定不当驸马了，我也不会娶安宁公主，我要娶的人是你。别做傻事，大哥，跟皇家定的婚姻是不可以那么轻易就推掉的。三妹，只要我下了决心，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。不可以，你父亲和皇上都不会同意。再说安宁公主人很好，你看她都愿意尽力帮我哥，你不可以辜负她的。可我喜欢的是你呀，我也不要那种政治婚姻，我要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别做傻事了，大哥，我不会嫁给你的。就算你是退了婚，失去了安宁公主，也不会得到我的。大将军，您知道朕对您一向十分倚重，您是我朝的一根顶梁柱啊。臣的身家性命都是皇上赏的，自当为皇上尽忠尽力啊。可有件事，怕是要对不起大将军了。皇上，是剑南的事。一个丞相，一个齐国侯，他们追得实在是太紧了，而且人家是占理上的。朕虽然对令郎和文强十分的同情，可是这事，怕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皇上，您不帮他们，还有谁帮他们呢？这一次，不会像上次文涛受伤的那一回呀。上回文涛烧了难民的房子，他没站住理，朕也没有给文丞相家面子，太后也奈何不了朕。可这一次，两家都站理上了，而且大将军清楚，现在还不是和藩王翻脸的时候。再说了，太后那儿如果朕再不给他面子，那只怕地方的藩王、朝中的丞相、宫中的贵妃和太后都会对朕十分的不满，朕就会四面楚歌了。臣明白皇上对臣一家的爱护之心，臣也明白皇上的处境。这件事情的确没有回旋的余地了，皇上就不要为难了。皇上能跟我们说这件事，已经给足了我们的面子。皇上就别有所顾忌，孩子们犯下了错，他们自己就该担下来。多谢大将军能理解朕的处境啊。剑南逃不了处罚，进而也参与了，不知皇上可否对他从轻发落？总不能让大将军的一双儿女都受处罚，况且令郎已经承担了一切，朕不会扩大范围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怎么处置剑南呢？文良两家却有杀人之心呢。不过太后并没有逼朕要令郎的命。明天审案时，大家再看情况吧。不过，纵使要不了命，那充军边疆，也怕是免不了了。
皇上，事情是我做下的，罚我去充军吧，您就饶了哥哥。司徒静，你管太多了。二哥，我求你了，我以为有二哥疼我，才敢闯这么大的祸的。如果知道这会给我哥哥带来这么重的处罚，我说什么也不会抢人亲的。静儿，不可以逼迫皇上，皇上是有苦衷的。哥哥和文强也有天大的苦衷啊！文强若再被逼嫁入梁家，那哥哥和文强怕是都活不了了。他们已经死过一次，还会怕第二次吗？二哥，求你了，你真的不疼三妹了吗？三妹啊，朕怎么会不疼你啊？朕压住文梁两家的诉求不肯罚你，这不是疼你护你吗？你在朕的心目中分量有多重，怕是你自己还不知道。可你义兄上面还有个母后啊，那亲娘的分量也是不轻啊。而且朕还是皇上，朕还得对天下的安危负责，朕不能为了此事就弄得众叛亲离呀。怎么会众叛亲离呢？你要成全了哥哥和文强，我们都感激你，对你尽忠。还有白大哥，他家云南王的势力也够大，大哥也会因此佩服你，效忠你。够了，不要跟朕提他。二哥，朕的话已经说完了，朕要回宫了。明天审案的时候，希望大将军能够到场。是。恭送皇上。皇上不肯帮忙，他有他的难处。丞相和藩王，就算是皇上也不敢轻视。二哥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皇上，我在外面等您。嗯。三妹，你不轻易流泪的。可我到底是个女孩子啊。三妹，上次要你进宫的那事，我说话确实有点过分了。其实争权夺势的事，并不是我的本意。二哥，我反应也过于激烈了。没关系，我想了想，那些话对你确实有点不大公平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以后对你，还是把你当妹妹看吧，这样你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。二哥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愿意进宫，陪你一生。二哥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愿意进宫，陪你一生。三妹。你没骗二哥吧？不，我真的决定了，我进宫帮你。三妹，你都不知道二哥有多高兴，真的，比我登基做皇上的时候还要高兴呢。哎呀，天哪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好，三妹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，我发誓，我会一辈子对小龙虾好。只要二哥喜欢就好。三妹，你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了呢？啊，本来嘛，二哥也不差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一定就是这样。你心里面也一直觉得二哥有点可爱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那太棒了，我马上来安排处理这件事。太后那里我来说服她，就这么办，哪怕用尽一切手段啊！我也想请二哥帮个忙，跟太后说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放过我哥哥，成全他和文强。二哥，我只求你这一件事，只要你帮我这一件事，我就进宫毫无怨言。二哥，你会答应我的，对吗？不对，你是来跟我做交易的是吗？你不是真的喜欢我，你只是用你的感情来跟我做交易是吗？我只希望二哥能成全我哥哥和文强啊！够了！你当我是什么人？
你以为我是趁火打劫、趁机敲诈的下三滥吗？司徒静，你错了，收回你进宫的承诺吧。朕不稀罕。两位亲家可以放心，此番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。我们当然相信皇上了。此事令太后十分震怒，并且太后将在明日亲自督审。朕已经决定，完全听从太后的意见，这样两位该完全放心了吧？有太后给我们做主，我们自是十分满意。这充军呐是免不了的了，可只要能保住性命就不太坏。太后督审，剑南更没好果子吃了。我怕又是把哥哥推入火坑了。我们一定要确保，让那司徒剑南连命也保不住。这件事恐怕不那么容易做得到吧？我能感觉到，这2天我把太后心中的怒火删忘了不少，而太后已把前朝的案例都拿出来看了。这些案例都是由我来挑的，大多数都是关于前朝私奔的极刑。好，如果这次能给司徒剑南定个死罪，那就是给了司徒家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司徒青云他唯一的儿子死了，我看他也就垮掉了。好，我们明天在殿上就把火扇得越大越好。皇上主审，太后督审，这么大的场面，确实是第一次见到。陈总管，这怕排得上是本朝第一大案了吧？是，确实是当之无愧。文强，这第一大案或许能收入史书，那咱们俩的感情也就不朽了。剑南，天地为证，我对你的感情绝对不会改变。如果他们这次还逼我嫁到梁家，我必在婚前自尽。我得到那消息时，便是我去黄泉见你之日。心心相印，至死不渝。心心相印，生死不渝，他们就是这么说的。陈琳传的话应该没错。这对野鸳鸯也真是执迷不悟啊！哎呀，姑妈，既然这司徒剑南有殉情之心，何不成全他呢？说的也是啊，妹儿啊，哎，真要是成全了他，会不会感觉太过了？这求人得人有何过啊？好，看情形吧。殉情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文强，你刚才所说是否属实？是真的。我与司徒剑南的感情，天地可见，日月可表，死而无憾。就是因为他对我的爱，我在心中发誓，今生非司徒剑南不嫁，所以我才一手策划了私奔这件事情。这私奔是你策划的？是。不，太后，司徒剑南闭嘴，听文强说。是我一手策划的。司徒剑南虽是男儿，是我挚爱的男人，但是他却顾虑很多。他怕给家人带来不幸，
灾祸。我虽是女儿身，但我已铁了心抗婚，所以我求他带我走，并求司徒景帮忙。他们在我苦苦的哀求下，终于同意助我逃婚。皇上，太后，我是主谋，司徒剑南只不过是为情所累，所以求你们放过他，把一切责罚都降临到我头上吧。他在撒谎。对，二姐她在撒谎。哎，其他人住嘴！皇上，你怎么看呢？一切请母后做主就是了。若这一切是真的，当重惩文强，他死也不为过。这司徒剑南可以免去罪了。谢太后，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不，太后，这不是真的。司徒剑南，若文强说的是真的，哀家和皇上就可以免去了你的罪，你马上就可以回家了。不，太后，皇上，文强是一个弱女子，她怎么可能想得出这么大胆复杂的计划？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。我司徒剑南身为男儿，血气方刚，绝对不允许将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别人。我就是死也要阻止这场婚事。太后，皇上，我司徒剑南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会连累文强。我愿以死来承担一切罪责，请太后和皇上成全。哼，那就让他死好了。你闭嘴！这两个都把罪过往自己身上揽，这该如何是好？不妨问问大家吧。丞相啊，你女儿说私奔是她计划的，罪过在她，你怎么看呢？太后，我女儿是中司徒剑南的情毒太深了，这么大的计划，她怎么能设计得出来呢？这些事儿都是司徒家干的。我们家文强他是受害者呀。大将军，你儿子要承担所有的责任，你怎么看呢？身为男儿，他是应该承担一切。就请太后饶过文强这个女孩子吧。等等，皇上，太后，我封地的臣民听说我良家媳妇被拐，均义愤填膺，都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。若不严惩司徒剑南，恐怕难以平民愤呐。是啊，皇上，太后，这地方官吏和这些朝中大臣都在观望着此事的发展。皇上一向是以德教化民众，若不对这种伤风败俗之罪魁施以重刑，恐怕这民风难以纯化呀。都是假话，一派胡言。才几天的事，齐国侯封地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。除非是有人刻意用信鸽，把这难以启齿的话通知了封地的子民。还有，京城的人虽然议论纷纷，可也不像丞相说的这么严重。大多数人都同情这两个孩子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俩也别争执了，还是请太后圣断吧。这可真是难倒我了，该怎么断呢？太后，司徒剑南诱拐良家妇女，罪不可恕啊！他们是两厢情愿，就称不上诱拐。这诱拐是谈不上，但是私奔之名还是成立的。母后啊，这所谓的两厢情愿的私奔，应该是两人都有责任的，不能只罚一人的。你说的对。那儿臣恭请母后给这二人定罪吧。让司徒家的人听审，却没有我的份儿。这也是为了你好。如果你要是去了，矛头没准都冲你去了。那才好呢，都冲我来了，哥哥和文强就可以少担点罪过。他们俩是当事人，怎么也跑不掉的。太后最信文媚儿的话了，肯定不会放过哥哥。
皇上应该不会要你哥哥的命吧？二哥当然不会，可这次是太后说了算。我上次进宫，太后不就恨极了我吗？这次哥哥和文强，怕是在劫难逃了。哀家认为，司徒剑南和文强私奔罪名成立。文强啊，女儿家的名节是最重要的。你不顾名节，不从父命，不守婚约，与人私奔，还执迷不悟，你真是犯了太多的忌讳了。哀家要处罚你，可有怨言呢？无怨，亦无悔。望太后能让文强多承担一点。啊，这你虽是女儿身，可心性够刚烈，口舌也够厉害。好，就让你像男子一样受些皮肉之苦。杖刑40。太后，这40刑杖是不是太多了？你没听他刚才讲话吗？骨头够硬的。再说，你不是也认为私奔罪大恶极吗？太后，太后，文强身子虚弱，这40刑杖恐难以承受，我愿意替他受这刑杖。自己的罪自己承担，你要承担的会更多。文强啊，姑妈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只要认错，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不再喜欢司徒剑南，我就可以免了你这40刑杖。二妹，你快认错呀！快呀！快认错呀，女儿！快说，二姐。太后，文强甘愿受罚。真不争气，文强！哎呀，二妹，你真是傻透了！姐啊，你这是自寻死路啊！让我不爱司徒剑南，我宁可死。好硬的嘴！安宁，母后，文强是我的亲侄女儿，也是皇亲，她的刑就由宫中的女官执行吧。你监刑。是。刑罚一视同仁，千万不可手下留情，一定要重重的责打她，叫她终生难忘。是。等一等。这女人哭喊声听起来难听，让大家听着不舒服。来，把这个交给文强，叫他咬在嘴里，不许喊出声来。是。文强，你跟我来吧。文强，文强。这个文强还真够坚强的。是，他平时最是文弱不过的，真是难得啊。多少下了？35下了。怎么停了？母后，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母后，二表姐她经不住受刑，断气了。太后！爹！文强！这拿下他！文强！
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太后，皇上，你们杀了我吧！你们杀了我吧！我要和文强在一起，我要去陪文强。败德丧行，死了也好。司徒剑南，你不是要和文强做生死鸳鸯吗？是，我和文强生不能在一起，死也要死在一起。哎呀，你们能不能做生死鸳鸯，也不是由你说了算。安宁，母后，把文强的尸体抬进来。是。来人呐，把尸体抬进来。二妹，文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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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管是死是活，这私奔的案子总是要结的，就是尸体也是要判的。这到底是判给梁家，还是司徒家呢？司徒剑南，我知道你和文强有情，可你们终究是名不正言不顺，就是这尸体，也轮不着你先挑。如果梁家还承认这门婚事，那倒也是名正言顺。那么文强的尸体就归梁家，以后葬入梁家的坟地，并且写上梁君卓已过门的妻子。那你司徒剑南，就连尸体也捞不到了。太后，你连个死人都不给他安宁吗？这就是私奔和明媒正娶的区别。齐国侯、梁君卓，你们若是还认这门亲事，那就把文强的尸体领回去吧。太后，我是想要一个大活人啊，这给我一具死尸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再说了，是他自己发剑找死，关我们梁家什么事儿啊？太后，这文强在与我们梁家大婚时与他人私奔，这已经丢尽了我们梁家的颜面了。这种残花败柳，若埋在我们梁家的坟地，我们梁家的列祖列宗不会饶恕我们父子的。你们若是领了这尸体去，那就让司徒剑南和文强连死鸳鸯也做不成，这乃惩罚的重中之重啊！你们不想借这个机会出这口恶气吗？太后，太后，这还是算了吧。我们梁家怎么能接受这种不干不净的女人呢？再说，她还要占我妻子的名分，她是谁呀？她什么东西？她配吗？哦，对了，司徒剑南不是想占这个便宜吗？我可以把这个大便宜让给他呀。齐国侯啊，年轻人血气方刚，我看这主意还是你来拿吧。君卓说的对，这种残花败柳，就是活着我们也不要。人已经死了，齐国侯，你就不必再侮辱文家的人了吧？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。我们文家可以不跟你们梁家攀亲，我们的婚约就此作罢。这是你们女儿不争气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你，文家的女儿不止一个，听齐国侯说话检点一点。丞相，贵妃，我不是故意冒犯啊。齐国侯，这文强的尸体，你们当真不要了？我们梁家行事不为己甚，这种便宜事，就让司徒剑南他们捡去吧。好，司徒剑南呐，你看清楚了，这里躺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，已经不是什么活生生的人了。你们司徒家一门忠烈，坟地也是浩然正气，你愿意把一个
没名没分的女子葬入你家坟地吗？不管生死，文强始终是我的妻子，我不会把她让给任何人。她是我的，我会在她的墓碑上刻上“司徒剑南之妻”这6个字。我要一辈子守在她身边。司徒大将军，你是否愿意将这一个背负私奔之名的女子葬入你们家的坟地呢？文强是个好女孩，我一直希望她能做我司徒家的媳妇。可天不从人愿，她活着不能做。她是为我儿子而死，这样的烈女子葬在我们家的坟地上，我感觉光荣。我司徒家愿意接受。从现在开始，文强就是我司徒秦云的儿媳妇。我要好好的安葬她。谢谢爹。好，你司徒家有资格。现在我的侄女儿就是你们司徒家的了。谢太后赐婚。剑南，文强现在是你的媳妇儿了。我们司徒家婚事丧事一块儿办。哎，这算什么？要办只能办一件。啊，一件？那只能办丧事了。司徒夫人呐，这办丧事未免太煞风景了。我看还是办喜事儿，让人开心点儿。可是，二表姐，现在你已经是司徒家的儿媳妇了，快起来拜见公公婆婆吧。文强，拜见公公婆婆。文强，文强，是你？儿媳只是在后面坐了一会儿，他们打的是羊皮。哎呀，这，哎，太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齐国侯，非是哀家不偏着你，哀家可是让你先挑了。可你说连活人都不要，说的也是啊。以你齐国侯这么尊崇的地位，一个跟人私奔的女子，怎么可能嫁入贵府呢？是这个道理吧，齐国侯？太后说的也是啊。爹，你怎么不要再说了？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家，若再娶她，那正所谓降格以求，那才丢尽了我们梁家的颜面了，贻笑大方。齐国侯，你够了。太后，我原来是不同意文强嫁到司徒府，可我现在不明白太后您这样做是为什么？为的是不再上演孔雀东南飞的悲剧。哥哥呀，你为什么就非要害自己女儿的性命呢？这文强和司徒剑南的感情，连天地都感动了，我们为什么非要拆散他们不可呢？可是，太后，这一桩婚事，2条性命，这不比天还重吗？哥哥，这天地间最感人的就是情感了。你若是连自己女儿的生死都不顾，那我这做妹妹的也就不寒而栗了。太后，我是她的父亲，她是我的女儿，也是我的心头肉，我岂有害她之心？那我这做姑妈的，是不是可以为他们主婚呢？一切听凭太后吩咐。司徒剑南，你这情种，
还不快拜见岳父？去呀去！小婿司徒剑南，叩见岳父大人。剑南，你对强儿的这份真情，也是难能可贵的。我把强儿交给你，我放心。谢岳父大人。那就请太后赶快选个好日子，把二表妹嫁过去吧。我早已选好了，3天以后就是吉日，最宜婚嫁。好，太好了，文强。哥，真是高兴死我了！没想到这次还是因祸得福，妹妹，还幸亏你策划了这次私奔，要不然哥哥哪会有这么幸福的事啊？娘，您还会不会说这是我闯的祸？你呀，要不是太后大慈大悲，你还真害苦了你哥。剑南兄，恭喜你啊！谢谢。白兄，我听爹娘说，你为了我的事情也是费尽了心血，剑南感激不尽。真想不到太后是这么通情达理的人。哎，太后可不是普通人呐，想当年那就雷厉风行啊。不过太后能一改初衷，还是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啊！一定是安宁公主劝太后改变主意的，而安宁公主又是因为白大哥的缘故才拔刀相助的。白大哥，你是大功臣。三妹，我可不敢鞠躬，应该谢谢皇上。其实整件事情都在他的驾驭之下。白公子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皇上的确看起来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当然是我啦，玩拳术嘛，谁不会呀？就他文媚而精，这回怎么样啊？栽在我手上了吧？太后，那怎么说也是我亲娘啊，我是她亲生女儿，别人的话她不信，我的话她就信。哥，怎么样？我说我能帮二表姐他们，我就能帮他们。别看你是皇上，这回也得服我了吧？服，当然服了。妹子，你可真有两下子啊！小瞧我，眼拙了吧？哎，我说哥，你以前怎么就那么觉得我没用啊？这就是眼拙呗。哎，以后朕对你这个妹妹可得刮目相看啊。你现在有点眼光了。哎，以后朕真要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还得请你这个妹妹大力帮忙啊。一句话，包在我身上。说真的，你那个诈死的方法用的可真妙啊！朕本以为你劝说母后应该没问题的，没想到你还留了个别致的巧招呢。哥，你早就知道我会劝说母后？没的事儿，朕也是事后才想起来的嘛。妹妹啊，朕对你啊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！你又有情又有义又有智慧，高实在是高啊！哥哥敬你一杯，来，干！恭喜！好，谢谢！恭喜啊！恭喜！将军，恭喜啊！谢谢！白公子有劳了。不成敬意啊！谢谢！剑南跟文强能够结为连理，多亏静儿和你们这些朋友帮忙啊！哪里，将军太客气了。三妹呢？文家还是不肯让文强从主宅走。文强现在在另一个别院里，静儿正在陪着他呢。白公子请。好，请。你去看看，司徒家的人来了没有？哦，是小姐。
是你，你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碰你一下不行吗？你本来就是我的人呢。不许过来！哎呦，怕羞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当初要不是司徒家那对兄妹在其中捣乱，你我早就圆了房了，咱俩早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。你给我回来！放开我这个混蛋！你敢说我是混蛋？你也咬我！贱货！你个残花败柳！你喊呐，你喊呐！我看你的叫声能把贾平夫叫过来！王八蛋！我要你的狗命！哎呀，没想到事情变成这个样子了。这我也一直没有明白，事情怎么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贵妃不是说动太后站在我们这一边吗？哼，媚儿传出话来，说这件事坏就坏在安宁公主身上了。这安宁公主蛊惑太后，成全了文强和司徒剑南呢。这公主怎么也搅和到这里面了？哼，这件事儿不好说。怎么不好说？姐姐带话回来说，皇上好像给那个安宁公主使了激将法。这么说，那是皇上操纵的？所以说这件事不好说。皇上一向庇护司徒青云他们家，那天审案的结果，你也都看到了。皇上对结果可是一点都不惊讶呀。哦，司徒青云一直主张削藩，这大概正投皇上的心愿了。梁公，我女儿虽然没有嫁入你们梁家，但是我会竭尽全力确保你现在藩王的位置。因为这跟文强嫁入司徒家是完全两码事儿。丞相真是重义重情之人呐！梁公过奖了。我不服！我不服皇上包庇那个司徒家，我1000个不服，10000个不服。贤侄啊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皇上决定的，还轮不上咱们做臣子的批评。你呀，小心祸从口出。爹，你少说两句行吗？你不就是为了怕惹祸吗？就因为你怕这个又怕那个，才会连我的妻子，您的儿媳妇都给人家抢走了。哼，可以试想一下，一个侯爷啊，当的有像你这么窝囊的吗？住口！你看你又喝醉了。哎呀，我怎么竟有这么个贪杯的儿子？梁公，君卓也是心情不好，遇见这事儿，换了谁都不会开心的呀。嫂子，别哭了，坏蛋不是打跑了吗？和姓梁的没有关系，我毕竟是文家的人。可是爹爹、姐姐、弟弟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来送我。看来我是真的没有娘家了。少奶奶，咱们司徒家一个婆家赶上你好几个娘家呢，你以后啊就也享不了的福。快别哭了吧，啊！虽说是出家从夫，可是谁不希望自己还有娘家这个根呢？
文强姐，交给你啦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这对年轻人总算是苦尽甘来呀！啊，可不是嘛，静儿这丫头，总算将功赎罪，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啊，文强，前面那么热闹，你在这儿不太冷清了吗？大哥，我哥嫂的事终于有了好结果，我心里反倒感觉没有着落似的。我本来十分高兴，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我竟想躲出来偷偷哭一场。是啊，你哥哥嫂子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，确实让人感慨万千。安宁公主来了，你怎么不去陪她？其实她才是你们家的大功臣，不过她有那么多人陪着，我上不了前。再说，我也不想上前。